有消息称，乌克兰武装人员遗落在战场上的无人机控制器上连通着北约的情报指挥中心。请教一下傅先生，那这是否能够说明北约给乌克兰武装人员的无人机作战提供了情报支持？这次的报道呢，可以看出来，起码在乌克兰本土作战的这些武装人员，他们所操纵的无人机很可能是由境外给他提供相关的情报信息来执行他们的作战任务的。但是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这些从乌克兰放飞的无人机，如果它的通讯系统比较先进，这个通讯距离比较远的话，也有可能由境外的无人机操纵员来控制。那么这样的无人机有没有呢？有。一般来讲，如果它飞得相对比较高，它控制半径大概能达到200多公里。那么在乌克兰境内，飞行由境外的人来操纵，也能够执行相关的使命任务。美国的弹簧小折刀就是这样一种武器系统，因为这种东西飞行的时候声音很小，很难发现，你哪怕用雷达对它进行照射，也不容易看到它。往往呢，它能够达到奇袭的效果。日前，中方明确表示，国家关系不能走到兵戎相向这一步，并强调各方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对话谈判，谈出结果，谈出和平。请教一下杜先生，美国和北约不断火上浇油，俄乌对话谈判将如何发展？那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俄乌虽然进行了多轮谈判，但是离预期目标都有比较大的差距。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美国西方在主导乌克兰的谈判。俄罗斯外长拉斯罗夫曾经反复强调，在乌克兰谈判代表团的背后有美国的一只黑手，而且在谈判过程中还经常与美方进行某种程度的联系。所以西方国家虽然嘴上讲谈判、讲停战，但目前看呢，正在通过各种所谓的战略策划，包括武器装备的提供，让俄乌作战行动陷入一个持久状态。因为美国认为，在俄乌冲突中，自己已经收获了更多的红利，比如军火的股票正在上涨，强化了北约东部方向的防御能力。另外，大规模的针对俄罗斯的演练行动也如期进行。同时呢，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所谓一种军事恐慌的传递，让这些国家更加依赖美国，更加求助于美国。那么今后美国在欧洲地区，在北约框架内的绝对优势将会更加明显。